1933年8月中旬，柏林，冲锋队队伍整齐划一地穿过勃兰登堡门，就像他们在那年1月的夜晚，希特勒夺取政权时所做的那样。这些画面拍摄于电影《汉斯·维斯特马尔》的拍摄期间。这些影像的特别之处在于，摄影师使用了当时在德国仍极为昂贵罕见的35毫米彩色胶片。1934年9月30日，在哥斯拉举行的帝国农业节，来自第三帝国各地的农民男女聚集在地宫前等待。一名年轻的德国女孩在节日纪念文中写道：最重要的是，丰收节是我们向上帝表达感恩之情的方式，感谢他的慷慨赐福，但这也是我们感谢帝国政府的方式，感谢他所采取的措施，让农业重新焕发生机。冲锋队和党卫军的代表团也在等待阿道夫·希特勒的到来。几周前，这位独裁者刚刚清除了他最大的政敌恩斯特·罗姆。如今，随着帝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的去世，希特勒已成为德意志民族的元首兼帝国总理。导演库尔特·瓦什内克，彩色电影拍摄的先驱之一，选择了这一天拍摄第一批使用所谓双色胶片的文化影片之一，但成品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在哥斯拉，一支来自帝国军队的仪仗队列队欢迎他们的新总司令。在哈梅尔恩附近的布科堡山上，为一场隆重的集会搭建了看台。电影导演无需为希特勒的出场布景而烦恼。数十万农民赶来向这位独裁者致敬。瓦什内克派出了2组彩色胶片摄影队拍摄现场。影片于1934年12月向媒体发布后，一位评论家认为这是一场与自然相比站不住脚的实验，但另一位评论家则称赞影片的彩色画面十分出色，尤其是传统服饰的镜头。瑞士记者康拉德·瓦纳在1944年撰写的一篇纪实报道中描述了这场在布科堡举行的宣传盛会。当人们等待希特勒及其随从抵达时，空气中充满了兴奋与期待。随后，当一列汽车车队从山下的平原驶来时，成千上万的声音齐声高喊万岁，那声浪如飓风般沿山坡呼啸而下，扑向那个让整个民族为之着迷的人。希特勒只能在拥挤的人群中缓慢前行，他两侧站满了身着华美传统服饰的乡村妇女，她们奋力挤上前，只为能触摸他的手，凝视那双蓝眼睛。成千上万不断高喊万岁的人群情绪高涨，几近疯狂，这种狂热更强化了这个人的个人魅力。彩色胶片工艺明显的缺陷，使得瓦什内克的纪录片很难在德国影院上映。1937年夏天，阿格法公司生产的第一批16毫米彩色胶片在德国上市。尽管价格高昂，许多业余电影爱好者仍愿意掏空钱包去使用它。哈勒民族研究所的成员们也使用这种新材料进行拍摄。1938年，弗里德堡和阿萨拉的种族研究人员拍摄了一场社区节日活动，作为档案保存。德国人已在纳粹旗帜下安然生活，绝大多数民众对元首忠心耿耿。整个第三帝国的电影爱好者都开始使用彩色胶片。当他不在面包房工作时，汉堡的糕点师库尔特·勒菲尔德就外出拍摄家乡的影像。勒菲尔德更偏爱美国制造的产品。1935年，柯达公司开发出彩色胶片，并在德国市场上销售。从1938年5月至9月，勒菲尔德记录下汉堡著名仓储区及港口的生活与工作景象。
勒费尔德的镜头也拍下了凯斯仓库 A 号楼，它那高耸的塔楼远远可见，是城市的地标。汉堡港的繁荣最初源自国际贸易，但德国通往世界的大门在大萧条中遭受重创，汉堡的商船队有大部分被迫退役，造船厂也在大规模裁员。不过，乘船游览德国海滨度假胜地或港区，却似乎在当地居民与游客间颇受欢迎。从登船码头与旧易北河隧道出发，船只顺流而下，驶入易北河。勒费尔德拍摄的影片中还出现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豪华游轮，它被设计成纳粹社会无阶级化的象征。力量通过欢乐并非为纳粹高层设立的组织，但凡被允许乘船赴挪威度假1周的人，都被要求举止得体。通过以信贷资助的就业工程，以及由参议院发包的合同，纳粹成功地降低了失业率。得益于德国海军日益增多的军备合同，港口的状况也逐渐好转。到1936年，汉堡的6大船厂再次提供了近2万个就业岗位。勒费尔德的影像资料成为那个逝去时代的珍贵记录。当时有1300台移动电动起重机与数百名装卸工从世界各地卸下货物。这位汉堡糕点师将自己长达20分钟的纪录影片参加比赛，并获得了1等奖。他的镜头中出现的许多船只，如今只留存在老一辈汉堡人的记忆中。例如蒙特罗莎号游轮，这艘船在1931年定期航行至南美洲东海岸。它通常运载货物与乘客，但蒙特罗莎号也常被用作游轮。最早能负担得起使用新型16毫米彩色胶片的电影爱好者之一，是希特勒的专机飞行员汉斯·鲍尔。1937年9月27日，在柏林，鲍尔拍摄了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国事访问。在柏林工业大学前，原首相领袖墨索里尼及其随行人员展示了普鲁士传统，并展示了德国在武装的成果。汉斯·鲍尔获准在贵宾席后排拍摄这场盛大的表演。第三帝国覆灭后，这些有关希特勒身边环境的珍贵影像一度被认为已遗失，直到1988年，人们才在一名来自田纳西州的前美国士兵遗产中重新发现了他们。1945年，身为美军情报局驻慕尼黑翻译部门主管的赫伯特·桑特·戈哈尔得知，希特勒飞行员所拍摄的阿格法彩色胶片被秘密埋藏的地点。他将这些胶片取出并带回了查塔努加。那场展示各种武器的阅兵持续了3个小时。墨索里尼对德国式的正步行进印象深刻，以至于回国后，他也将这种干练的步伐引入意大利军队。希特勒将这场盛大的阅兵视作其自我膨胀与自信心的体现。我们再次成为了强者，我们已粉碎凡尔赛条约，我们拥有与敌人同等的武器，甚至可能更胜一筹。1937年那个秋天，第三帝国展示其复兴力量的不仅仅是在国内。在巴黎世博会上，德国人获得了紧邻埃菲尔铁塔的展馆位置，用以展示庞大的国家馆。苏联则在正对面修建了自己的展馆。在宏伟气势上，这个共产主义独裁国家丝毫不逊于德国。希特勒委托他的新宠阿尔贝特·施佩尔设计德国馆。两人曾多次在柏林与奥伯萨尔茨堡彻夜推敲图纸与设计草案。
1938年2月27日星期日，纽伦堡的一位电影爱好者拍下了这场狂欢节游行。当地一家纳粹报纸写道，人们并不总需要去思考自己身处支持者还是敌人之间，相反，人应当摆脱那些多余的顾虑，这种顾虑更适合矫饰者，而非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德国人，一个无论在庄严还是在嬉戏中都能展现非凡气象的时代。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伟大民族共同体的和谐与团结是国家社会主义赋予的最美好礼物。1944年，瑞士商人勒内·茹维发表了一篇关于他在第三帝国经历的纪实报告，其中他回忆了自己在1937年秋天的一次谈话。我的朋友欣喜若狂，他本以为自己已见识过许多事情，却没想到会亲眼目睹这一切，如此快乐而且乐观的人们。我告诉他，你还没有看全，最重要的是你忘记了德国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那就是个人自由与公共生活中真理的丧失。此时，希特勒早已决定要带领德国走向一场新的战争，并进一步加紧对犹太人的迫害。因此，在一辆狂欢节花车上，挂着被绞索吊起的犹太人讽刺像，仿佛这再自然不过。据目击者称，这辆花车赢得了人群疯狂的掌声。1938年，在奎德林堡，一名党卫军成员拍下了他的最高上司的彩色视频。海因里希·希姆莱到访了这座小镇，他每年都会来到奎德林堡，向他心中的伟大偶像致敬。第一任德意志国王亨利安葬在当地的一座大教堂中，希姆莱将这座教堂改造成国家圣殿。这位党卫军首领企图以日耳曼异教信仰取代基督教，他的信仰寄托在纳粹十字上，他毕生的目标是要灭绝犹太民族。1938年5月初，希特勒的专机飞行员汉斯·鲍尔陪同元首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他将这次旅行的所见所感拍成了一部短片，取名《美丽的意大利》。6个月后，这部影片经审查批准，在第三帝国公开放映。原本纳粹宣传机构的专业摄制组也计划用彩色胶片记录这次访问，但由于光学滤镜出现问题，拍摄的素材无法使用。因此，汉斯·鲍尔凭借自己的业余影片反而赚了一笔。在3月合并奥地利之后，希特勒希望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同意德国夺取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甚至想与意大利签署一份书面协议，但一方迟疑不决，直到希特勒在公开声明中宣布布伦纳山口为德意两国永恒的国界时，他们才最终让步。此次正式接待的东道主是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这位君主很懂得如何让墨索里尼退居次席。希特勒对宫廷礼仪的谄媚与繁文缛节十分反感，并毫不掩饰地让国王感受到这一点。1938年5月5日，希特勒及随行人员被带往那不勒斯参观，那里的人们给予了热烈的欢迎。汉斯·鲍尔用他的小型摄影机拍下了维苏威火山脚下这座城市的景象，他为来自北方的国宾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几天后，希特勒开始对这位喜欢出风头的小国王感到厌烦。墨索里尼别无选择，只能强颜欢笑。为了多次冷落王室，元首特意让自己的老友走到前面，与他并肩而行。1938年5月8日，希特勒的东道主在罗马北部组织了一场意大利空军演习。
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秀肌肉。在罗马柏林轴心中，墨索里尼早已被降格为次要伙伴。墨索里尼其实担心希特勒会挑起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冲突。汉斯·鲍尔后来回忆说，德国宾客们对意大利军队的实力印象深刻，但墨索里尼已暗自决定不会卷入欧洲的战争。1938年8月，希特勒几乎整个月都待在奥伯萨尔茨山庄，在贝格霍夫别墅的露台上，他研究了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计划。阿尔贝特·施佩尔是常客之一，元首为数不多的闲暇时光往往都是与这位建筑师共度的。希特勒年轻时也曾梦想成为建筑师，而在施佩尔身上，他找到了实现自己宏伟构想的理想执行者。聪明干练的施佩尔早已是独裁者核心圈的一员。这位建筑师也与艾娃·布劳恩成为朋友，后者于1938年拍下了这些影像。希特勒的情妇是一位热衷摄影的业余爱好者，因此他也对彩色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关于元首的私人影像本应在他死后被销毁，但1945年10月却落入美国情报机关之手。因此，这些极可能是唯一未经审查的希特勒私人生活影像，如今被保存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在回忆录中，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声称，山庄的聚会不过是闲聊打发时间，等候主人出场。但这显然是他为自己开脱，淡化其在纳粹罪行中角色的托词。事实上，许多政治决策都在这宁静的奥伯萨尔茨山上做出，甚至连谋杀行动也在此策划。那时，欧洲的和平如同悬丝，希特勒渴望战争，而英法两国的主要大国尚未准备好开战。于是，在墨索里尼的斡旋与多方让步下，他们与慕尼黑迫使独裁者坐上谈判桌。艾娃·布劳恩将自己拍摄的影片剪辑成彩色短片，在贝格霍夫的夜晚播放。当希特勒不在奥伯萨尔茨堡时，这位情妇喜欢前往巴伐利亚的湖区旅行。她常与父母、朋友及亲戚同行。这位26岁的健美女子总是人群的焦点。艾娃的妹妹格雷特尔也喜欢拍照与摄像。他们的好友兼艺术家苏菲·施托克负责为影片绘制过场插画。当时的德国民众对希特勒有情妇一事一无所知。作为路透社驻慕尼黑的高级记者，欧内斯特·波普在巴伐利亚首府拥有极佳的人脉，因此他在著作《慕尼黑游乐场》中进行了大胆的推测。那位丰满的艾娃·布劳恩是阿道夫的秘密情人，他是元首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助手，他为他烹制美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悉心侍奉，就如人们对一位德国妻子的期待那样。有人传言元首已秘密迎娶了艾娃，但我对此深表怀疑，因为纳粹宣传始终强调，没有任何凡人女子配得上成为希特勒夫人。尽管艾娃·布劳恩、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以及来自哈雷的民俗学家拍摄的影片并未直接记录第三帝国的重要节点，但他们依然清晰揭示了纳粹独裁的真实本质。正是彩色影像使得图林根儿童节上那些鲜花装点的纳粹十字显得格外压抑。1939年5月1日，柏林为劳动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自纳粹将5月1日定为国定假日，仅过去6年。
此举旨在通过纳粹式的民族口号与宏伟预言，将德国工人阶级牢牢绑定至其意识形态之中。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极其成功。柏林记者露丝·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样的场景：区领导、工厂代表、街区负责人、工会干事、德意志少女联盟与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们，这些国家任命的意识形态监工确保，出现在官方庆典上的只有忠诚的拥护者。任何政治上不可靠者或稍有异议嫌疑者都被禁止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那些顺从者深知自己该做什么，他们懂得何时何地该自发地欢呼。经旗下的行进，一位无名摄影爱好者为这天的短片提了这样的名字。他来自齐贝尔飞机制造厂，一家纳粹模范工厂，前一天还受到希特勒亲自嘉奖，并被允许派出200名骑手之一。在演讲中，元首以和平的语调谴责所谓国际犹太好战集团。但事实上，早在4周前，他就已命令军方准备入侵邻国波兰。纳粹德国的军事扩张正全速进行，因此，在1939年的这个五一节上，游行的主力是各大军工企业。伴随激昂的军乐，齐贝尔飞机场的金色旗帜缓缓卷起。这是第三帝国最后一次以如此盛大的规模庆祝劳动节。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只剩数周之遥，1939年夏天的柏林对再度发动战争几乎毫无热情。1914至1918年的大战记忆仍让民众心有余悸。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氛围：所有人都反对战争，一个如此厌倦战争的民族怎能再挑起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一份内部文件写道：对元首的信仰，如今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考验。一位德国记者则记录道：观察者不禁会觉得，人们正刻意沉溺于放纵的享乐之中。那是一场在火山口上的狂舞。刚落成的帝国总理府此时一片寂静。阿尔贝特·施佩尔完全依照元首的意愿设计了这座宏伟建筑，但希特勒更愿在远离首都的奥伯萨尔茨山庄谋划对波兰的征服。他只偶尔在公众面前露面。1939年7月16日，整个慕尼黑都沉浸在民族社会主义创造力的庆典中。希特勒希望将德意志艺术节办成真正的和平盛典。来自业余电影俱乐部的成员被安排在城市各处，记录每一场重要活动。当天上午的第一个环节是在建筑师路德维希·特罗斯特墓前敬献花圈。由于专业电影制作仍缺乏理想的彩色工艺，党务官员越来越多地委托德国业余电影协会各地分会，用16毫米彩色胶片记录重大活动。这一天，慕尼黑分会的会员们持有特别通行证与臂章，可进入所有最佳拍摄地点。7月16日下午，第三帝国的权贵们齐聚观礼台，观看了一场长达3小时的游行，再现2000年德国文化的活历史画卷。德国的未来将是纳粹的，就连过去
也被如此改写。这场浮华盛会的节目单上写着德意志之鹰俯瞰整个游行，它标志着我们历史展现的终结，同时它目光坚定地注视着永恒的未来，带着骄傲与必胜的信念，宣告着我们时代的伟大与我们的行动意志。它是我们事业与计划的先声。美国记者欧内斯特·波普评论道，这场纳粹游行正是元首征服野心的坦白告白。在奥伯萨尔茨山，艾娃·布劳恩拍下了希特勒那副意志坚决、充满权力欲的姿态。希特勒在展示战争意图的同时，也通过接见世界各地的外交使节，保留着和平的假象。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国王的特使哈里德·阿尔胡德。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半岛上建立了绝对君主制，他们掌控着各大强国梦寐以求的资源——石油。同时，他们也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最终，这次会晤仅仅达成了一笔微不足道的军火交易。与同伙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卡尔·沃尔夫同行的还有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们正在策划一场灭绝行动，受害者不仅包括波兰的知识分子，也包括整个犹太民族。1939年8月12日，艾娃·布劳恩在山庄的露台上拍摄。希特勒正等待意大利外交部长的到访。在正式外交场合，元首的情妇必须退回自己的房间。于是，这一次，他也只能趁贵宾到来前，偷偷拍下几段短短的画面。齐亚诺伯爵此行的目的是说服盟友召开新的国际会议，但元首早已决议，波兰必须用武力征服。齐亚诺的努力毫无成果。他后来如此描述这次会面：他已经下定决心进攻，而且他一定会进攻。1939年5月19日，德意志少女联盟与希特勒青年团在奥芬堡举行游行。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在咫尺。自1928年起便记录家乡生活的保罗·施托伯，在这年拍下了纳粹党巴登地区年会的彩色影像。出席会议的政要中有出版商弗朗茨·布尔达。早在1933年，他就在自办的电台杂志《祖拉格》中宣称，祖拉格尔的思想、愿景与行动始终是坚定的德国式、爱国的、民族的与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的精神在其中鲜活流动。印刷厂中没有1分钱犹太资本，也没有任何犹太公告人或雇员。活动的高潮是地区领导人卡尔·冯·巴赫的演讲。自1936年起，奥芬堡已成为驻军城市，因此当地军官也身着礼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纳粹的社会仪式之中。1939年9月8日，一辆装有扩音器的车辆在街头广播，宣告德军在波兰的捷报。奥芬堡日报也刊登了来自陆军最高统帅部的特别战报。德国人几乎不敢相信，他们的父亲、丈夫与儿子竟如此迅速地横扫波兰。每日更新的地图被贴上墙壁，展示最新的征服成果。就在9月8日当天，德军的坦克部队已逼近华沙郊外。希特勒的第一次闪电战以波兰的投降告终，那是1939年10月6日。约翰·布利塞纳在黑森的科尔巴赫经营一家照相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多次拍摄家乡的生活片段，后来他将这些影像剪辑成影片《战时的科尔巴赫》，留下了极为罕见的第三帝国小镇生活画面。1940年3月22日，科尔巴赫的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邀请民众前往阿道夫·希特勒广场享用豌豆培根汤。在粮食配给的年代，这类活动让贫困阶层也能吃上一顿廉价的热饭。然而，更重要的是纳粹当局借此宣传社会主义式的集体团结。自1939年9月3日起，德意志第三帝国已与英国和法国进入战争状态，但盟军并未出兵援助波兰。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场静观其变的战争。希特勒早已筹划向西发动攻势，然而计划一再推迟，直到德军最高统帅部最终决定，进攻将在1940年5月10日发起。步兵部队同样驻扎在哈雷附近的比特菲尔德。5月初，他们被命令向西开进。他们的目标是入侵比利时、卢森堡与荷兰这些中立国，同时装甲部队将穿越阿登山脉直扑法国。在西线攻势开始之际，希特勒迁往埃菲尔山区的罗特总部，在那里，他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一次又一次地驾驶飞机，将元首送往前线。在欧斯基星附近的奥登多夫机场，人们看到希特勒与赫尔曼·戈林正在讨论战况。不到6周的时间里，希特勒实现了上次大战4年未能达成的目标。法国被迫投降。1940年6月6日，与希特勒长谈后，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高高凌驾于我们所有人之上，他是历史上的天才之一，多么辉煌的时代啊！接下来，我们都将迎来渴望已久的安宁。元首或许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期待那一刻。届时，我们将建立新的欧洲。战争结束后，我们很快就会处理犹太人的问题。”在法国北部的贡布雷镇附近，汉斯·鲍尔拍摄下法国空军部队的残骸。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起义的失败》一书中这样描述这场灾难：我们刚刚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是谁的责任？议会制度、军队、英国人、第5纵队。我们的将军回答说，除了他们，人人有责。无论人们如何分析这场灾难的深层原因，其直接的根源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无能，他们无法真正理解现代战争。1940年6月2日，德国空军高层在尼埃尼机场等待元首的到来。由汉斯·鲍尔拍摄的影像显示，空军将领们心情轻松，意气风发，尽管他们在这场胜利中的功劳微乎其微。战场上受伤的德国士兵被迅速送来，成为这场特殊仪式的背景。阿道夫·希特勒乘坐梅赛德斯专车抵达现场。当这位最高统帅向部队致意时，150公里外的敦刻尔克，最后一批33万英法士兵正穿越英吉利海峡撤离。整整4年后，他们将重返欧洲大陆，解放被德国枷锁束缚的法国。无论希特勒现身何处，他总是被狂热的欢呼所包围。此时，独裁者正处于权力的巅峰。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曾说道：“我的元首，您是史上最伟大的统帅。”这样的恭维让凯特尔赢得了元首的奴仆之名。在回忆录中，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这样评价希特勒在法国的前线访问：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完全实现了，士兵们和法国民众都被他的出现震撼。他在战斗刚结束便亲临前线，这位总司令与士兵们一起在野战厨房用餐，唯一的特殊要求是去除罐装肉类，因为元首从不吃肉。当然，这样的场景并不会出现在德国民众眼前，甚至连美洲的新闻影片拍摄队也极少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希特勒。除了艾娃·布劳恩的私人影片外，汉斯·鲍尔拍摄的镜头是唯一记录这位独裁者未经剪辑、未经审查的近景影像。6月13日，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开放城市。次日，德军进驻法国首都。一名叫阿诺德·宾德的士兵在日记中写道：“巴黎被宣布为开放城市，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它。法国的心脏，如今掌握在我们手中。”1940年6月23日，阿道夫·希特勒视察这座战败的首都。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在凌晨5点将他飞抵巴黎郊外的布尔谢机场，随后他被允许陪同元首一同游览全城。他再次使用16毫米彩色胶片，记录下这次诡异的胜利观光。在特罗卡德罗的观景平台上，希特勒身旁站着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与建筑师赫尔曼·吉斯勒·阿尔伯特·施佩尔。施佩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元首的感叹：“巴黎不是很美吗？但柏林必须更加美丽。过去我常想，是否应该毁掉巴黎？但当我们的柏林完工时，巴黎将不过是它的影子。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毁掉它呢？”据说希特勒此行是以文化爱好者的身份，作为一名教育旅行者造访巴黎，但事实上，这趟旅程是他作为征服者的个人凯旋。在荣军院，他久久伫立于拿破仑的棺前，昔日与今日的称霸世界之梦再次交汇。最后一站是法国的先贤祠。至少在那一刻，这位独裁者的毕生梦想似乎已经实现。5年后，法国人将在街头欢舞庆祝胜利，而柏林将化为废墟。